好，美國跟委內瑞拉這一場戰事真的看起來是一觸即發，川普又有最新的新動作了。這一次瞄準的不是先前所宣稱的這個運毒船，而是一艘大型的郵輪。最新是美國自己公布了扣押這艘郵輪的畫面，而且呢，我們趕快來看到最新的現場這個整個扣押過程的畫面。來，請導播幫我們 cue 一下，這是來自於美國司法部自己 Q 的一個公開的一個畫面，可以看到呢，從畫面上我們來看到是2架的黑鷹在大海上面低空的做盤旋之後，好，現在畫面可以看到這個機門已經打開了，全副武裝的美軍他們直接從這個垂掛到一艘的巨型的郵輪甲板上面，接着從畫面上我們持續看到这個美軍快速的突然間進入的船艙，並且持槍做扣押的動作，甚至準備強攻進入到駕駛艙。針對目前的這一起行動，我們看到川普怎麼樣說的呢？好，來看到川普是說，我們剛剛在委內瑞拉的海岸扣押了一艘郵輪，而且是非常大的郵輪，實際上是他到今年為止最大的一個郵輪。那至於提到說，那你扣押了郵輪之後，石油要怎麼做處理呢？他說，我想我們會把這些石油給保留下來。那麼川普還嗆說，哥倫比亞總統，你注意了，你有可能就會是下一個人。那委內瑞拉的政府当然呢非常的氣憤哦，就開始控訴美國是公然的竊盜，這個是國際海盜的行為。馬杜洛總統也說，呼籲我們堅決反對干預主義哦。痛罵美國，反對任何顛覆政權、破壞計劃。美國應該要專心的好好治理自己的國家才對。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川普這一次還派兵，然後呢扣押委內瑞拉的郵輪，理由是這艘郵輪多年來涉嫌支援外部的這一些恐怖分子組織在運油，它是打擊犯罪嗎？有沒有一個正當的理由？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沒有啊，這是海盜行為啊，這個大家都知道。美國是海盜的行為啊，這是違反國際法的啊，公然違反國際法。可是問題就在於，就是說，不然你怎麼樣？那我就是違反了，你能怎麼樣？你也不能怎麼樣啊。這就是美國給大國做的一個表率，就是說，如果有一天你大到這個程度的時候，你可以就這樣做，不然你怎麼樣？啊，我覺得很多的時候大國啊，尤其是有軍事實力的大国，要想一想。對於周邊的那些軍國主義者啊，有的時候或是一些人啊，你要講的，不然你怎麼樣啊？這個我覺得要學會這個啊，不要太溫良恭儉讓了，要有一點，有的時候對這些壞人、小人、惡人，要不然你怎麼樣？可是問題就在於委內瑞拉，他並不是壞人、小人、惡人啊，他沒有被聯合國的安理會這個制裁，沒有，所以美國沒有權利去扣押或者是片面制裁委內瑞拉，安理會沒有同意哦，安理會都沒有批准過，所以美國這樣的一個做法是違反安理會，也違反國際法的，這樣的一個海盜的行為。好，那當然目的在哪裡？目的就是切斷委內瑞拉的這經濟命脈嘛，因為它會讓各個國家的郵輪不敢去幫委內瑞拉載油嘛。那委內瑞拉最大的就是油的資源。那油賣不出去怎麼辦？現在只剩2個國家可以突破美國的這個做法，一個就是中國大陸的郵輪，一個就是俄羅斯的郵輪。美國就不敢去搶插中國大陸旗幟的郵輪，或者插俄國的郵輪。但問題就在於中俄這2個大國目前看起來似乎沒有很強烈的意願要介入美國跟委內瑞拉之間的矛盾。好，我們現在看到是這個最新的動作，也就是美國介入在委內瑞拉的這一艘郵輪，被形容是這個海盜的動作。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在空中又有什麼樣的動作？我們看到是美軍還派出了2架他們的 FA-18超級大黃蜂，直接在委內瑞拉的上空盤旋哦，這時間長達了40分鐘。美軍強調說，我們沒有進入到委國的領空，是在國際的空域。不過今天早上有一個最新消息是，委內瑞拉的這個為什麼說美國要在上面做盤旋40分鐘？原因這邊有提到說，報道寫說，委內瑞拉的反對派領袖這位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查多，他因為指控舞弊遭到通緝，藏匿了1年多的時間之後，他為了要出席領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的頒獎典禮哦，出席這個在挪威的典禮，所以呢，他帶着假髮喬裝要做逃亡，闖過了大概10個軍檢站，搭漁船要橫越加勒比海，所以呢，他就跟這個川普做透露了。那川普政府知情之後，才會派了 F-18在跨海附近盤旋了大約達到40分鐘的時間。不管這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委內瑞拉看在眼裡，很不是滋味，他就覺得你美國是在挑釁，尤其委內瑞拉灣的3面都是偽國的領土，而且川普之前不是集結了大量的兵力，1.5萬名的美軍、福特號航母、F-35等等，是真的要開戰了嗎？還是有其他目的？李將軍怎麼看？委內瑞拉灣哈，我把它比作渤海灣，可能我們這個華人來講就比較能夠理解哈。那渤海來講，領海是12海里之內叫領海。可是你想想，如果說渤海裡面的領海來講的話，大概就是周邊薄薄的那一層屬於領海，可是中間那一大塊哈還是屬於公海。可是問題是說，美國軍艦或日本的飛機敢輕易闖進渤海嗎？那當然，中國將這個地方整個渤海灣啊視為它內海，因為外面有遼東半島跟山東半島包圍在那裡面嘛。講公海，可是在實質上面就等於是中國領海。委內瑞拉灣也有一點類似這個樣子。關於美國川普對委內瑞拉這些動作，我想說，結合我們前2天美國自己所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來看的話，我簡單4句話，因為美國的位置，你要站在美國立場來看。如果站在美國角度，它這邊是大西洋，這邊是太平洋，北邊是跟加拿大連接，南邊接連的是南美洲，所以我覺得它現在國家戰略，我用4句話來講。第一個叫做這個東印西印，對西邊來講，它對歐洲來講，他態度要硬哈，因為他講得很清楚，就是要確保西半球跟美國的安全。對，西硬東軟哈，他對中國來講啊，他要中國自己用實力來對抗哈，西硬東軟，然後南邊來講，南邊要壓住南美洲哈，你不可以南美洲這些國家要恢復門羅主義的主張，不可以讓中國或俄羅斯的勢力能夠伸進來。然後北是什麼呢？北邊加拿大叫做北嘲笑，他對加拿大講這種嘲笑，因為我跟你就是無所謂哈。對。所以我覺得美國國家戰略，你看就是西硬東軟，然後南壓北嘲弄哈，嘲弄。那當然，如果說是這次我覺得對委內瑞拉來講的話，他對整個戰略上面來講是對的。他就國家立場，我一定要壓住你南美洲，你不可以讓中國或者是俄羅斯的勢力進到這邊。那很明顯，我們現在看到，不管是中國、俄羅斯，除了說是軍事之外，哈，尤其是經濟方面來講，慢慢已經進入到不管是巴西啦或委內瑞拉的石油啦，哈，或者是秘魯的這種前海港，中國勢力已經進來了。所以川普來講，一定要硬壓。可是戰略上面你是對的，可是我覺得你戰術上面是錯的。你哪有說是戰術上面在海上晃蕩了2個多月，然後一點行動也不敢實際採取？我覺得兵貴速，不貴久，你一定要很快的能夠解決這場衝突，解決達到你所要的目的。但是如果說你拖久了，其實我覺得戰術上對美國是不利的。好，川普政府針對這個南美洲國家南壓哦，所以確實哦，他也已經除了持續的對委內瑞拉施壓之外，甚至呢，這是來自於美國媒體的爆料，他們整個川普政府都已經擬定好了，接下來馬杜羅下台會有什麼樣的接管方案。但是呢，被大家解讀說，哎，你這個也太兩極化了吧？你怎麼可以雙標呢？因為你同時也特赦了同樣也有販毒的這個是洪都拉斯前總統葉爾南德茲啊，難道你為了政治利益都不管了，如此雙標嗎？外界就認為說，川普啊，你這是上演門羅主義啊。那門羅主義就是如剛剛將軍幫我們講的，他現在更重視的是整個西半球。那麼他也說了，他們都是美國的後院，包括了這些南美洲國家不准外國勢力插手。我們來看到，針對於剛剛所謂的門羅主義，是不是中南美洲也不想被大國這個宰殺了？墨西哥突然間通過了一個決議，對亞洲1400多項商品課徵最高50%的關稅，當中提到了大陸車企要面對50%最高的關稅。川普的這些手法針對南美洲國家是復辟門羅主義嗎？那這時候我們看到好像一些南美洲國家開始反抗了，委員怎麼看？所謂的門羅主義就是美國的戰略擴張，只限制於這個西半球，然後在歐洲它戰略收縮，在亞洲它進行戰略競爭。這種戰略擴張在這個美洲國家是什麼意思？就是北從加拿大，南到阿根廷，通通是美國說了算，你們通通是美國的附從國家，哪有什麼主權國家平等的？
這個原則是1823年美國第5任總統門羅設立下來，就是說不准歐洲其他國家干涉美洲國家的事，美洲國家也不想去干涉歐洲國家的事，就是所謂歐洲戰略收縮、美洲戰略擴張的這麼一個主張。那川普現在正在實行，所以為了要推動這個要求所有的美洲國家，一不准反美，二只能親美，三不可以跟中國、俄羅斯眉來眼去。在這樣一個要求底下，任何有違反他這個要求的這個政治人物，通通要下台。他現在就在進行一種政治清洗工作。第一個對象當然是委內瑞拉馬杜羅。你以為你自己有石油，你就可以這個那個？對不起，我直接把你油輪給扣走。所以对於委內瑞拉來講哦，未來的處境只會越艱難。馬杜羅也一定會下台，因為這個兩邊實力懸殊太大了哦，這是無可奈何。至於你剛才提到洪都拉斯的總統啊，葉南德茲。葉南德茲曾經在台灣拿到了彩玉大勳章的最高，所以他是證明他是個親美的啊。那他有沒有涉及到販毒？他涉及到販毒是在2022年卸任總統，在洪都拉斯，然後被這個引渡到美國去，美國判刑45年。在2024年判刑45年，2025年川普就下令特赦。对，那什麼意思？因為他親美的，只要親美的，你犯什麼罪都沒關係，而且你親美，而且要服從美國啊，叫你跟台灣建交你就跟台灣建交，所以只要親美又服從美國，那對不起，你保你平安。所以對於這個委內瑞拉的命運，還有什麼哥倫比亞哈，他現在就是我剛才講的政治清洗是第一個，委內瑞拉，第二個哥倫比亞跟墨西哥，所以墨西哥嚇死了，趕快老大你說什麼啊？然後那個巴拿馬運河，巴拿馬我跟中國一帶一路趕快切掉啊，趕快切掉。所以現在你看看巴西總統魯拉都現在點不敢吭聲，就是這個道理，就是這個道理啊。那個阿根廷總統米萊就是我就是川普的支持者啊，我只是從中國要點錢而已哈。那 OK， 這 OK 好，所以他現在正在馴服所有的美洲國家，包括加拿大，所以加拿大的自己心裡有數啊。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